四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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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江桃花，你铁了心要忤逆娘娘，注定一死。既然如此，就别怨我用你的命换条生路。你给我起来！沈在野，好大的阵势！有本事就让你的人放箭！不要，他死了会把公主带下去！公主，公主！我识得你，蓝衣阁的掌柜杨万清，12岁入宫，成了北苑吕后的贴身女官。8年后，因不敬主子被驱逐出宫，来齐国讨生活。如此看来，也不尽然。沈在野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是一副运筹帷幄的样子？我是什么人重要吗？重要的是，你在乎的人，现在都在我手里。无论你是谁的棋子，都没有必要为了那个人白白丢掉性命。他给你的承诺，跟你做的交易，我一样可以给你。你若束手就擒，我保你不死。沈在野，这大齐上下，谁人不知你奸邪毒辣？我此时放了他们，只会被你万箭穿心。你若是不想看见3具尸体，就撤了你的人，再准备1辆马车。我带他们下山之后，自会放他们离开。你若不应，那他们2个人都得给我陪葬。你未免也太天真了。江桃花既然是北苑的奸细，我怎会在乎她的命？今天能活着下山的人，只有4殿下。沈香，公主她没有做错什么，我求你救救她吧！江桃花，我好心疼你啊！我要杀了你！来人，带陈太回府。放开我！我不回去，我要回北苑，告诉世子是你们杀死了公主，让他来报仇。相爷，公主也许是……再说一遍，没有什么公主，这丫2人
却是意图窃逆，害我大齐王死的敌国奸细，带人去亚比索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神。年年云在身边，看尽时光千转，一笔描绘阴晴圆缺，一般眉眼，纸墨化作刀剑，刻下对坐无限。就算是镜花水月若有日，是我今生唯一。事已至此，不如一别两宽。喝了这诀别酒，今生今世，你我不复相见。战卢，相爷，郑成阁的匾额该摘了。是。那公主的物事，我说过了，相府没有什么公主。把那细作的物事清点清楚，该留作呈堂证供的，尽数封存；其余的销毁。相爷，那青苔姑娘如何处置？她不是想着要回北院，派兵来为江桃花报仇吗？本相等着。蓝衣阁的奸细都抓到了吗？已经押入大牢了，只是现下还无人招供。相爷可要亲审？说，你们潜藏在玉京城内的幕后主使是谁？不知道。快说！说！相爷，相爷，本相手下不养闲人，查不出幕后主使，提头来见。是。说！狗贼！慢着。狗贼！这是什么？这是现在玉京新流行的桃花妆。这桃花印记是何用的？你们北院的细作是以桃花来互认身份的吗？说桃花印记者，皆为北院死士。北院死士？她堂堂公主，怎会是死士？况且昨夜我看得分明，她胳膊干干净净。陆芳那日，她胳膊上的印记，也比这些细作浅上不少。可若是画上去的，不可能每个印记都分毫不差，相同位置，深浅不一，时有时无。这莫非是中毒之兆？相爷，我们还没用重刑，他这怎么就死了？七窍流血是毒发之兆，莫非这印记颜色与毒发时间有关？他的下场，你们也看到了。搜查杨万清住所时，发现了一粒药丸，想来便是这毒的解药，或许能解你们的毒。有解药，解药！你们中要是有想活命的，
就告诉我幕后主使，解药只有一粒。解药，解药！大人赐药，给我解药，解药，给我解药！我什么都愿意说，我什么都愿意说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果然是毒。你们中的是什么毒？此毒名为降桃丹，是吕后逼迫我等服下。桃花印记便是毒发的标志，他以此要挟我等为之卖命。我等每月若不服解药，轻则吐血昏厥，重则暴毙而亡。那吕后还以我等亲族身家性命相拼，我爹娘被吕后押入大牢，我只想见他们最后一面。沈相，沈大人，我的妻儿都在吕后手里，我若是没完成任务，他们必死无疑。沈相，沈相，你们都被吕后所制，那江桃花呢？江桃花和我们一样，都是最下等的妻子。她乃堂堂承平公主，岂会与你们相提并论？奸相，你不会真以为北苑会把金尊玉贵的公主嫁给你当小妾吧？想当初在北苑王宫，江桃花为了一碗汤药，甘愿给我下跪，直到与你相配啊！相爷，相爷有发现。我在征春阁床下暗格里面发现了这封信，应该是公主弟弟给江桃花的家书。原来他还有个弟弟在吕后手上，难怪。那吕后还与我等亲族身家性命相逼，我若是没完成任务，他们必死无疑。去北苑的探子为何还不回来？咱们派到北苑的探子飞书来报，说在北苑接连遭遇不测，不过此时应该已经在返回路上。咱们的侍卫这2日在余归山搜寻，还是没有找到江桃花的尸体。附近的船夫说，崖底全是激流漩涡，一旦坠下，不仅性命难保，就连尸首都难以找到。沈在野，沈在野，四殿下，那日在茶楼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为何会去那里？那日是有人假借公主的名义约我出门，但是一见面就将我击晕了。我在半昏半醒间听见他们发生了争执，公主将那人骗走之后，又拼命的想要唤醒我。等我再醒来的时候，就听见公主已经……江桃花，你在干什么？我说我在救人，你却把我关进了刑房，这就是你说的相信我？所以，他真的是救人。沈在野，公主出事，跟你有没有关系？我在跟你说话呢，跟你有没有关系？木侠，江桃花坠崖当真是意外，我哥是想救她的。意外？这件事情这么蹊跷，怎么可能是意外？我不信，公主怕不是被他所害。属下曾屠终于寻得公主和亲真相，耽误时日，还请相爷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将功赎罪。把你打探到的，原封不动的说与我听。是。
相爷，这便是属下探查的全部事情。承平公主空有名号，却连最底层的宫女都不如。相爷，不如我们现在就杀入北苑王宫，为公主出口恶气。不可，昌爵世子还在吕后手中。你先下去养伤吧。多谢相爷，属下告退。相爷，咱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加派人手继续找。是，属下明白。我哥苦寻江桃花，可这么久都没有音讯。
请各位大神一定要保佑他能平平安安。我向青云保证，只要江桃花能平安回来，我定给各位大罗神仙重塑金身，人均10个大馒头。另加，你们又不喝酒不吃肉的，再来点什么好呢？青影姑娘，你要不看看这是哪儿？这里是庙，这里供奉的都是一些尊者、菩萨还有佛。你说的大罗金仙，那是道观里才有的。啊，还有这种说法？那我重新说啊，请各位大佛千万不要见怪。我还是再去请一株更大的香烛吧。弟弟刚刚说错的话。其实也不必，佛陀都是一些开悟之人，也不会因为你这点事儿就。还请公子还我书稿。我们好不容易勾搭一姑娘，你上去装装样子，人家就不理我们了。你不就是一穷书生吗？你就会背两句诗，坏了我的好事，我把稿子给你撕了。一个个尖嘴猴腮、张头鼠目，谁家姑娘会看得上你们？自己无能还要怪别人，真是一群窝囊废！居然还隐含了一位女侠，性子虽然烈了些，不过蛮符合公子我的胃口。来人，把他抓来！本公子要慢慢和他切磋剑术。住手！原来四殿下也在啊！可是有什么事？寺庙堂乃清净之地，你们难道要在此处欺男霸女吗？我父王最忌讳此等事了。我在想，要不要向父王禀报一下？不敢不敢，我也只是说笑而已。黑毛，我等就先告退了。告退。慢着，几位，这位李兄是我和四殿下的至交好友，你们不会再找他麻烦了吧？女侠说的哪里话？不会不会。本女侠劝你们一句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莫要再找麻烦，否则……终于装成了一次。刚刚都有得罪，在下刘齿台家的，以后再见面就是朋友了。有机会我请客可好啊？您客气了，刚才不过误会一场。我看诸位兄台气宇不凡，不如我赠诗一首，以文会友，可好？好，好啊！好。一众送玉郎，枝堆冲栋梁，谈笑百有树，安邦有痴长。待机看花娘。好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各位貌比宋玉，肢负五车，气宇不凡，又有安邦报国之心，如此雄伟，平时看看姑娘，理所应当。兄台说得好，来人，给我记下来，回去给我做成符，挂在我的书房。我们走，还请四殿下自便。告辞，告辞。李兄，你们笑什么？对了，诗不都是成双成对的吗？刚才那诗才5句，不对吧？如果那群人知道5、6，又怎会做事不着4、6呢？所以呢，你们到底笑什么啊？一堆白痴娘，竟然是首藏头诗！你们这些做学问的还真是骂人不带脏字啊！李兄好策论呢。穆公子抬举了，拙作不堪用呢。或者，我该称您为四殿下。不过是个称呼罢了，李兄不必如此自谦。你写得如此好，我定要把你举荐上去。那我回去再润色一番，还请穆公子费心。好。爱卿，哎呦，寡人看你
精神不济，体力也不堪，不如寡人给你提提神。嗯。谢主上。坐。寡人一直在等着你的回禀。这都过去多久了？承平公主是为了和亲而来，如今却香消玉殒。难道你想挑起两国战端？你好大的胆子！主上，臣无意挑起战端。承平公主坠崖之后，人事均未找到，因属生死不明，臣正在全力寻找。本想等找到之后再告知主上，但主上这板子打的是，臣为及时禀明，实属该当。承平公主是生是死，要尽快拿出定论。北院来书说将派使团过来，届时若问起承平公主的下落，我们得有个说法才是。此事你来安排，自己捅出的篓子，自己善后。是，臣这就去处理此事。吕后此时派使团，应是为重建南夷阁而来。他们竟然还敢来！既然主动送上门，来可以，来的人，我要自己定。按曾图说过的人列张单子，送去北院。是。江桃花，你究竟在何处？你一定还活着，对不对？真是放肆！他沈在也不过区区大齐左相，竟敢指定北院出使之人。惠娘娘，齐国指定的这些人，或多或少都与承平公主熟识。本宫也注意到此处，所以才更不明白，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。娘娘，依在下之见，这沈在也一向谨慎，如此行事，定有图谋。至于他意欲何为，我等深究无益，不如再多加派几名得力人手随团，随机应变即可。您别忘了，此次出使是为了……伙食说的有理，那就将计就计，看看他要做些什么。加派的得力人手，本宫亲自安排。
本宫苦心经营的蓝衣阁，无影这个废物，百无一用。娘娘息怒，要保重凤体啊。梅嬷嬷，本宫身体有些不爽，你去追上国师，告诉他明日起代为监国。本宫需闭门静修些时。是，娘娘。相爷，有线索了吗？整个山谷又翻了3遍，周围100里之内也细细搜寻了一番，还是没找到。相爷，要不我们还是……我明日继续带人搜查。慢着，你去把方圆100里所有医馆的出诊记录给我调过来，我要一一排查。明白。救我师弟，就终归还有一线希望。相爷，全城医馆的出诊记录都在这里了，您到底要找什么呀？搜寻了这么久都一无所获，万一他已经获救了呢？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去，必定会受伤，总归是要看郎中的。此等坠崖记录并不常见，观之用药剂量、出诊次数，总能窥见端倪。相爷，一夜了，吃点东西再看。9月1日、9月6日、9月13、9月17、9月20、27，找到了。明市医馆最近这段时间，每隔几日就会去一趟3殿下府，而3殿下一直跟一帮制丹炼药的人在一起，身子骨一直不错。况且，就算是3殿下生了病，也应该传唤医官，而不是这种坐堂大夫。相爷的意思是，公主现在有可能在3殿下府？尚未可知。带上华香，跟我走。是。驾。玉。林大夫在吗？他不在，他去3殿下府出诊了。走。
特遣公主桃花，封号承平，赴大齐和亲。嫁给我，你后悔了。公主，你终于醒了。来，公主，你都不知道，这些日子我提心吊胆，我生怕你就这么睡过去。啊，我这乌鸦嘴，公主明明醒来了。秦太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找到你的时候，你全身都是伤。公主，公主你在哪儿啊？公主，公主，公主。公主，太好了，公主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公主。这些时我小心照顾，你的伤口倒是恢复了许多。公主，那可是鱼龟山啊，从鱼龟山上掉下来，能保住性命已是万幸，你可真是福大命大。鱼龟山。是我们在和亲的路上遇到的山吗？和亲？那不是……公主，公主，你终于醒了。来，这些日子我提心吊胆，我生怕你就这么睡过去。公主，那可是鱼龟山啊，从鱼龟山上掉下来，能保住性命是万幸。鱼龟山是我们在和亲的路上遇到的山吗？和亲？那不是。青檀姑娘，林大夫来了。林大夫，林大夫，你快给我家公主看看。小娘子，你终于平安醒来，脉象也平稳许多，可喜可贺呀！有劳大夫了。林大夫，小娘子身体娇弱，你可瞧仔细了。啊，是。多谢殿下关心。不知小娘子是否感觉到有不适之处？这明明是倒春寒之际，我却觉得有些闷热。公主，什么倒春寒啊？这都秋老虎了。许是小娘子气血逆乱所致，还需好好静养。不可劳心劳神。我先开个方子，吃上几服再看。啊！青檀姑娘还不随着林大夫去抓药吗？炼丹房里多的是药材，你也一并拿过来。我不走，我要跟公主待在一起。别废话，
难不成你是要我亲自去吗？去吧，青苔。小娘子，你可知为了保住你的性命，浪费了我多少药钱？殿下费心了。你怎知我会留你性命？你将如何报答于我？桃花已嫁入殿下府上，便是殿下的人了。殿下想让我如何报答？你何时嫁与我的？休要坏我名声。桃花千里迢迢自北院前来和亲，若是没有嫁给殿下，又怎会住在殿下的府上？你我并未成亲，还在等父王指定婚期。自你入府以来，我便赐你名为梦儿姑娘。梦儿？不喜欢？怎会？殿下赐名是我的福气。那以后，便就都这么叫吧。梦儿知道了。竟然真的入秋。您慢走。殿下出手就是阔绰，这比坐堂听着。可见过此画中女子？这娘子嘛，看着的确有些面熟。你再仔细看看。三殿下府中，可有此女子？哦，相爷，您这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这画中女子的确与三殿下府中那位娘子很像，只是这眉眼气质比画像有些呆滞。来，林大夫，刚才多有得罪，这点心意你收下。多谢，多谢。你既知相爷大名，就应知相爷行事向来不是人。今日被问之事，没人问过我什么呀。行了，你走吧。哎，相爷，你为何不问问公主的具体情况？此人一看便是重利妄义之人，问多了反而有麻烦。既知他在这儿，按理输送拜帖再来不迟。是。殿下，你们要做什么？从今日起，我府上里屋的那位便唤作梦儿姑娘，是本殿下还未过门的娘子。你身为她的丫鬟，以后行事说话都给我注意点，不能让她起疑。谁会信你这些谎话？梦儿姑娘信啊。公主她到底怎么了？我让清风为你准备了一间厢房，以后的每一天，你服侍完她的一日三餐，最好进去给我乖乖的待着，要不然，这降桃丹的解药，你应该见过。你不要乱说话，否则梦儿姑娘就没命了。青苔姑娘，请吧，我带你去厢房。
此番万分凶险。若我行动失败，公主，你就把我送到3殿下府。3殿下？公主说错了吧？该是4殿下那儿吧？若此次任务失手，以沈在野的行事作风，4殿下怕是保不住我。唯有3殿下，我可以再赌一次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进3殿下府。公主啊，公主，你这才从奸相的手里面逃出来，又跳入3殿下这个火坑，到底想要做什么呀？殿下，您真是神机妙算，青苔她果然乖乖进了厢房。一个丫鬟而已，不足为惧。殿下，娘娘与您联系上了。那粒解药，蓝衣阁被查抄前，我担心露出马脚，前去搜查了一番。那枚解药，就是无意当中搜出来的。殿下，那北院公主她当真把您继承了左相？小的总觉得此事有些蹊跷。她若敢撒这样的谎，也活不到今天吧。我想应该是她重伤之下，神思不清罢了。那若是哪天她突然清醒，记起了不该记的，那该如何是好啊？殿下，且不说杨万清之死是否与他有关，他细作身份既见了光，那他就是个没用的废弃。一颗废棋用得好，也能出奇制胜。那此事要和娘娘汇报吗？不必了。娘娘那边正等着蓝衣阁出事的全部经过，若连这都不说的话，娘娘生气怎么办啊？生气？那我在她心里和杨万清有何区别？她若是生气，那便亲自过来找我问罪，我就当面跟她解释清楚。殿下，沈相派人送来了拜帖。他回我蓝衣阁，我还没有找他算账呢，他倒是自己先找上门来了。明日引沈相进府。是。姑娘，你怎么起来了？青苔，在这府中，我当真被唤作梦儿吗？是真的，你先坐，咱们先吃饭。今天有炒鸡蛋，这药也熬好了，你饭后记得喝。要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青苔，你怎么了？3殿下救了姑娘，我也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，报答3殿下的大恩。这几日我都在3殿下的炼丹房里帮忙。姑娘要是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3殿下，
青苔行为反常，此事绝不是他说的那般简单。如果不是，那青苔想要告诉我什么呢？猫儿姑娘，多谢殿下赏赐，猫儿很喜欢。你在假装喜欢吧？殿下说笑了，猫儿得赏，受宠若惊，怎会是假装喜欢？不如，我还是把你送回北院吧。毕竟哪里也不如故乡好。阿姐，长裙，长裙，阿姐，阿姐。桃花若担心幼弟，当在齐国，竭尽全力才是。殿下，虽然你我还未成亲，但在梦儿心中，早就是殿下的人了。若是梦儿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，还请殿下指点出来。梦儿愿永远追随殿下。说的倒有一些情深意切的滋味了。不过你忘了，我们的婚事为何未定了？梦儿的伤还未痊愈，许多来大齐之后的事情都记不清了。你是记不清还是不敢认？自从你来到玉京城，就与男子厮混，行苟且之事，闹得满城风雨。不知廉耻！敢问承平公主，你把我这未婚夫的脸面放在什么地方？殿下，梦儿是被构陷的。我乃北院承平公主，为两国交好而来，绝不会行此荒唐之事，还请殿下明鉴。我早料想如此，所以啊，我在父王的面前可是说了你好多好话，才让你留下来的。谢殿下相信梦儿的清白。梦儿在大齐举目无亲，能得三殿下垂怜，是梦儿三生有幸。话可别说得太满。我问你，若是那男子再来纠缠你，你可还找他的道？绝对不会。此人也害过我一次，若是他再敢出现，我定将他碎尸万段。那可不行。若是你把他碎尸万段，那我可就麻烦了。梦儿在府中深居简出，断然不会有机会再与他见面，还请殿下放心。此人位高权重，横行朝野，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。如果他非要见你，恐怕我也是没有办法拒绝的。殿下的意思是？戏耍戏耍，捉弄捉弄，然后再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。你应该也要为你的未婚夫找回些脸面，不是？是。殿下放心，梦儿定不会辜负殿下的信任。只是，我实在是记不得那人究竟是谁了。左相慎在也。稀客，什么风把沈相吹到我府上来了？听闻殿下府中住了一女子，容貌与本相府中丢失的承平公主别无二致。本相今日特意前来，请公主回府。
沈相还真是不客气。那以沈相的意思，是觉得我故意藏匿公主了。殿下，莫要急着往自己头上安罪名。这等妄图挑起两国战事的罪名，自然是需要主上来定夺。也不知是谁人在背后嚼舌根，构陷于我。殿下府中从无女子出入，此事瞒了1月有余，走漏风声，也实属正常。不如殿下先请公主出来见上一见，至于旁的事，皆有的商量。秦风，叫莫尔姑娘过来。是。殿下，小娘子说突然觉得有些困倦，要小憩片刻。胡闹！可有跟她说是沈相要见她？你即刻去唤梦儿姑娘过来。不必，既是小憩片刻，随她就好。沈相，你如此有耐心啊！素闻殿下府上的茶醇和甘甜，难得有机会在此静心品茶，也算是别有一番滋味。沈相所言极是，的确是别有一番滋味。殿下，小娘子她终于醒了。所以呢，人呢？小娘子说要见贵客，自然要梳洗打扮一番。沈相见的是他的人，他涂脂抹粉的，一会儿沈相该认不出来了。让他直接过来吧。殿下莫急，随他心意便是。沈相，你公务繁忙，再等下去，怕是会耽误正事。事关两国和平，本相有这个耐心。沈相还真是为国分忧，为民奉献啊。沈相，若不是你屡屡阻止，我定会亲自叫他过来。胆敢耗费你我一天的光景在这苦等，实在该罚。殿下息怒，我来了。
还不快见过沈相？沈相，江桃花，好久不见。自我入了殿下府，一直都被唤作梦儿姑娘，还请沈相改口。名字不过是个代号罢了，你安然无恙便好。殿下待我极好，不劳沈相费心了。随我回去吧。无论如何，你都是我沈在野的人。真是无耻！殿下，我根本不记得此人，还请殿下不要误会。江桃花，还请相爷自重。梦儿姑娘，沈相是贵客，你怎敢怠慢他？我本是想好好招待他的，怎料他如此无礼。沈相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难道等了一天，把你的耐心都消磨殆尽了？我知你恨我，可……既是你安排的，我悉听尊便。还请沈相入座。今日听闻沈相前来，我特意做了我们北院的佳肴牛至，请您品尝。桃花印记消失了，他的毒解了。你特地为我做的，我定会细细品尝。这牛至是以牛肉烤至两面焦香，外酥里嫩，好吃极了。只可惜殿下不喜荤腥，没这口福了。这道菜是我亲手下厨的，请沈相一定要吃完哦。听闻北院人喜爱吃牛羊肉，善用此物提鲜。如此一来，江娘子就不会吃不惯了。这可是本相亲手为你做的，江娘子可一定要吃完哦。这是我第一次为你下厨用的孜然，还说你不记得我？好吃。沈相，请喝汤。何物如此刺鼻？呛汤。沈相，容我更衣
去就回。你宁可在此委曲求全，也不愿与我相认吗？沈相一次又一次加害于我，到底是居心何在？那非我本意。为了寻你，我翻遍了玉龟山，查遍了所有驿馆，甚至一度觉得你已经……但是你看，我找到了这个。你既已说了非你本意，那就说明你承认曾加害于我。我做过的事，我从不否认。可，那你还有何颜面纠缠于我？人贵在有自知之明，还请沈相日后不要再寻我了。江桃花，你对我会有恨吗？你我不过是陌路人，我为什么要恨你？我与殿下有婚约在身，还请沈相自重。你说什么？是高高在上的权臣，天下女子那般多，何苦与我过不去？我自北院而来，在这里举目无亲，每一日都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即便如此，我扪心自问，我也从未有过害人之心。若是我以前有什么地方曾得罪过你，还请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我一条生路。沈相，我才离开一会儿，你的脸色怎么变得这么差？难不成是梦儿姑娘又怠慢你了？快给沈相道歉。梦儿，是梦儿失礼了，还请沈相见谅。殿下多虑了，烦请殿下好好照拂墨儿姑娘。
相爷，降桃丹一事查得如何了？属下无能。自蓝衣阁被封之后，咱们也抓了不少的北院细作，但解药之事还是一无所获。牢里的细作大多已经毒发身亡。江桃花入三殿下府已经1月有余，连牢里的细作都已毒发身亡，可他却安然无恙。相爷，您的意思是说解药在三殿下手上？尚不能确定。查，此事必须秘密进行。明白。还有，你让曾屠带一队人速去北院寻降桃丹解药。是。若他是为解药而留在三殿下身边，那我便帮他解决他中毒之事。白太医。哦，相爷，想跟你打听一种毒，名为降桃丹，毒发时会有桃花印记显现。哦，当年我一同门师妹，她擅长施毒，我记得当年她曾亲口告诉过我，唯有顶级毒才可显现印记啊。你师妹如今在何处？啊，早已被逐出师门，不知所踪。相爷，你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事啊？我抓捕的北院细作接中了此毒，1月吃不到解药便会暴毙，已有几人因此毒发身亡。待仵作验尸留证之后，我会命人把尸体送过来，供你研究，尽快找出破解之法。啊，好说好说，全凭相爷吩咐。还有一事想问，我夫人得了失忆之症，不知白太医可有什么法子能够医治？失忆之症多为心病，不太好医治。待老夫查阅医书，再与相爷说明医治之法。看来我与这神在野真有刻骨之仇，不然为何看着他就有锥心剧痛？罢了，不想了。眼下完成和亲，保住长觉的命最要紧。长觉，阿姐好挂念你，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我们终有再见的一日。这打扮是北院来的人吗？听说是北院派来的使团，也不知道又有什么事儿。停车！你是何人？胆敢拦截我北院使团？你可是北院使团总领王侍郎？正是。我等奉主上之命前来，北院使团入城之后，即刻入住驿馆接受排查。我等代表北院出使，不是囚犯。王侍郎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你请吧。哼！殿下，使团中还有娘娘的人，您得抓紧把他们救出来。穆无言，原来你眼中还有正事。